一条100多斤的巨型黄辣丁非常轻易的就被捕捉上了渔船，体力稍微差一点都有可能被它给直接拖下水，并且在同一段流域居然一连钓起2条相同体型的黄辣丁。为了捕捉到这种河中巨兽，当地渔民也是下足了血本来引诱。首先，他们必须使用这种巨大的鱼钩，同时外加一条新鲜生猛的河鲜，才能够吸引到他们前来咬钩。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将带大家见识一下亚马逊渔民捕捉巨型黄辣丁的过程。捕鱼摸虾三兄弟今天又出来浑水摸鱼，他们首先使用抛网捕捉到用于引诱巨型黄辣丁的生猛河鲜作为诱饵。此时他们刚抵达目的地，便开始尝试在浅水区进行抛网捕捉。然而刚开局却只打了一条小鲶鱼，但并不适合把它当成诱饵，随即上岸转移阵地继续捕捉。然而就在这时候，居然发现有蚂蟥上身，如此可爱的物种当然不会任由其在身上打洞取食。聪明的当地渔民马上挤入酸酸甜甜的柠檬汁给蚂蟥尝试，那种酸爽的感觉立马让其从脚上脱落。由于在浅水区打捞不到想要的诱饵，他们3人便开船前往深水区进行抛网捕捞。很明显，这里的河鲜要多上不少。深水区的第一抛很快便捕捉到了一条手臂粗的鲶鱼，只不过这并不是他们想要的物种，随即便将其抛回到河中放生。为了捕捉到合适的河鲜，他们需要一边开船一边等待最好的抛网时机。只要发现水面有任何异动，他们都绝不会放过任何抛网的机会。在将渔网拉上船的时候，这一次终于捕捉到一条非常适合当成诱饵的河鲜。经过好几次的抛网捕捞，此时比手掌还要大上不少的河鲜也一同被捕捉上船。然而抓鱼抓上瘾的老王在出手抛网的同时，居然把自己也给带进了沟里，幸好水浅，不然当场就得埋土里。在捕捉到满足需求的诱饵之后，时间很快便已经来到了晚上。此时他们来到早已设置好钓钩的河边，开始着手将刚捕捉到的一整条生猛河鲜直接挂在一只巨型鱼钩上。如此大的一只鱼钩，就算是一条大白鲨也能将其捕捉上来，并且只有投放新鲜生猛的河鲜才能吸引到河中巨兽前来觅食。在第一只陷阱布置好之后，便开始出发前往不远处的第2只陷阱。这种陷阱设置的非常简单，只需用到一根3米长的竹竿，外加一根粗壮的鱼绳，便能够将一条巨型黄辣丁给死死的牵制住。与此同时，再使用一只巨大的鱼钩来勾住诱饵的后背，这样可以让其一直保持在生猛的状态，同时还不至于加速死亡。第3个陷阱也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设置，而且使用的诱饵环一条比一条大。当所有的陷阱都设置好之后，天也已经暗了下来，此时就等着大鱼自动上钩了。时间很快便来到了第2天的早上，太阳刚从东边升起，他们便开船前往查看昨晚设置的陷阱是否有渔获上钩。就在这时，远远的便发现岸边的陷阱处有非常大的动静。此刻他们难掩兴奋之情。当渔船在缓慢的靠近陷阱的情况下，水里的大鱼便已经开始躁动不安，猛烈的挣扎使得竹竿快速的上下跳动。不过在结实的鱼绳牵制下，再怎么挣扎也是无济于事，大鱼只好非常无奈的被渔民给拖出了水面。此时才看清楚巨型黄辣丁的真身，巨大的体型没有100斤也会有个50千克，臂力差一点或者没吃早饭还真不一定能将其拉上渔船。不过在老张使用蛮力生拖硬拽之下，没有意外的意外，还是将其抱上了渔船。能捕捉到如此巨大的庞然大物，这可比吃上10只鸡腿来的还要开心不已。然而当来到第2个陷阱处，在看到毫无波澜的水面时，便已经猜到诱饵已经跑路，大鱼也没有上钩。不过通过已经弯曲的鱼钩可以发现，水中的大鱼直接硬生生的从巨大的鱼钩中给挣脱出来，坚硬的表面也有被牙齿咬过的痕迹，很难想象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河中巨物。此时来到第3个陷阱，但尴尬的是，水底下还是原来的那条诱饵。一个晚上居然也没有一条大鱼过来抢食。不过幸运的是，在还没有到达第4个陷阱的时候，水面上巨大的动静让他们再次兴奋不已。在拉起鱼绳的时候，竹竿虽然被大鱼拉入到了水下，但是已经上钩的大鱼却依然摆脱不了鱼绳的束缚。在渔民的拉扯之下，随即一道黑影突然浮出水面，又是一条体型巨大的黄辣丁，而且有着100多斤的体型，还把河水搅得翻天覆地，生猛程度比起上一条来的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太过于沉重，几次尝试加紧菊花，才最终将其抬上渔船。此时已经上船的肉身只能做着最后且无谓的挣扎，居然还差点把渔船给弄翻。幸好有惊无险，大鱼最终安全到手。这2条巨大的黄辣丁便已足够他们全村人饱餐一顿。此时已经回到岸边的他们，为了炫耀到手的渔获，还尝试着徒手抱起100多斤的黄辣丁。那么大家有吃过这种鱼类吗？它的味道怎么样？好了，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关注我，让世界变得更精彩。